经过多轮角逐，印度海军终于决定采购法国的阵风 M 战机来作为舰载机，并且在未来要换装上有印度版歼35之称的 TEDBF 舰载机。那么，我国的歼35是否将迎来一个强大的对手呢？Hello， 各位老铁，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财户，我是虎妞。最近的法国有点开心，因为在新的一年里，法国的阵风战机就接连斩获2个国际大单，其中一个是哥伦比亚空军将会采购16架阵风战机，初步估算，这笔订单的金额达到了32亿美元。另外一个订单则来自于印度海军，维克兰特号航母在进行了大量的测试之后，终于确定了采用阵风 M 战机作为新型航母舰载机。按照法国方面的消息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将会在今年的3月份，印法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25周年之际，前往新德里签订订单。不过对于这笔订单的具体数字到底是多少，却没有详细说明，只是说超过了26架。在这之前，大家都认为参与竞标的美军超级大黄蜂战机会被印度海军选中作为舰载机，因为这款战机的机翼可以折叠，而阵风 M 的机翼不能折叠，这会占据更大的空间。但是在印度海军提供的报告中却认为，阵风战机有着超级大黄蜂战机没有的特点，它更能满足维克兰特号的作战需求和标准。不过，即便是采购了阵风 M 舰载机，印度海军也只是将这款战机当作临时过渡用。印度海军真正要换装的是自己的国产 TEDBF 舰载战斗机，只不过这款舰载机目前只放出来过飞机模型，首飞要等到2026年，生产要等到2031年去了。在这将近10年的时间里，维克兰特号需要一款性能先进的舰载机，能够临时填补这个空缺。作为印度海军的自用舰载机， TEDBF 舰载战斗机是在2020年才推出的计划。当时的印度海军对把光辉战机当作印度航母的舰载机十分不满，所以才推出了这么一款新锐舰载机。相比较光辉的单引擎，这款舰载机采用了双引擎的设计，并且机翼还能够折叠，还带有一定的隐身的功能，是一款双发中型舰载机。在中国海军的隐身舰载机歼35亮相之后，凡事都要和中国比一比的印度人也喊出了口号， TEDBF 舰载战斗机将会对标中国歼35。不过和歼35不同的是，这款战机为了增加自身的升力，所以采用了和歼20一样的压翼设计。但即便是这款战机有着印度版歼35的称号，那也不是5代机，因为它 RCS 雷达截面积只是比4代机低了一些，相对接近5代机，但还没有达到5代机的标准，充其量只能算是4代半战机。也正是因为这样，即便是印度海军的这款舰载机服役，能够对歼35造成的威胁性不大，更别提这款战机现在都还没首飞呢。从数据上来看， TEDBF 其实属于和阵风战机同一代的4代半战机，只不过在一些性能和设计上要更加的先进，还没有跨越代差超过歼35，搭载的武器也是印度国产的阿斯特拉 Mk2 空空导弹，这款导弹在极限射程上也只有160公里，并不如我国的 PL-15、PL-17 等同类型导弹。再加上现在歼35的多架原型机都已经出现，并且还都刷上了隐身涂层，这代表这款战机距离投入生产也不远了。而印度海军的 TEDBF 舰载机，按照印度自己的计划，都要2031年才能生产。再加上印度军工慢工出细活的传统特色，把飞机拖到2040年也不是没有可能。光辉战机的跨世纪磨洋工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可能有人又想说了，既然 TEDBF 需要等上10几年才有，那么阵风 M 战机是现成的，并且这款战机技术成熟，印度海军买了就能上手。相比较还没有服役的歼35，是不是领先了很多？其实这一点也不用太过于担心，虽然歼35还没有服役量产，但按照目前的进度来看，估计也就是明年就能投入生产了。而印度订购的阵风 M 舰载机也并不是立即到货，而是达索公司在接到这笔订单之后才去投入生产。而现如今的欧洲，因为跟着美国大搞对俄制裁，遭到严重反噬，搞得自身经济和能源价格一片乌烟瘴气，损失惨重，大量欧洲资本疯狂外逃，各种下游供应链生产商不是倒闭就是迁移至国外，连法国达索公司的生产工作都受到了影响。即便是法国能够生产阵风战机，交付的速度也会大受影响。欧洲工业什么时候能喘过气来，都是个未知数。
印度海军想拿到足够数量的阵风 M 形成完整战斗力，具体需要多久，那可真不一定。更重要的是，印度的这艘维克兰特号航母其实还没有服役，在进度上其实和福建舰差不多，并且这艘航母还是一艘4万吨的滑跃式起飞航母，能够搭载的舰载机只有30架，而福建舰则是8万吨的电子弹射起飞航母，能够搭载的舰载机有60至70架，数量翻倍的同时，战机起降效率也翻了数倍。再加上不断成熟的发动机技术和战机生产技术，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歼35碰上印度的 TED-BF 舰载机和阵风 M 舰载机，都拥有优于对手的绝对实力。或许以印度军工的特色来看， TED-BF 舰载机出现后，可能我国的第6代舰载战斗机都已经诞生了。